岳林挣脱不了，就开始大喊大叫，喊破喉咙也没有用，谁都不会来帮你的。你那么喜欢喊，待会你舒服的时候再喊。上集说到铁柱要彻骨刘杰，当场就懵了。铁柱，你这是干嘛？我就是说说而已，你还真的要退股啊？我就是觉得咱俩合作有钱也是大家一起分，我真的没有考虑那么多，你也别生气，就按你说的还不行吗？你别说了，其实合作的本身就是利益冲突，咱们还是个做个的吧。如果你实在是没钱退股，那我也不为难你，钱不用你退了，但是所有的布料我会拿走，而且我设计的服装你们不能再生产。铁柱，你别得寸进尺，我都给你赔礼道歉了，你还想咋的？不就是想退股吗？行，你退吧，我不拦着你。我刘杰闯荡社会这么多年，我就不信没有你，我还不能做生意了。以后咱俩路归路，桥归桥，就当不认识。说完，铁柱和岳林便走出办公室。你把面料看好，一会我叫人来拉走。我是不是也跟着你一块离开？那还用说？铁柱，你为啥要退股？很简单，合作对象不行，刘杰太贪心了。以后买卖做大，他为了钱很有可能会把我的利益都出卖掉，所以趁现在退股总比以后损失更多的好。而且现在我也有启动资金了，明天我就去采购开采设备，煤矿那边只要拿到许可证，我就立刻进行开发。明天有时间你再给我老丈人打个电话，问问许可证办下来了没有。你咋那么傻？许可证就是我爸说的算，他就是主管这些的。明天我给他打个电话，说啥也让他把许可证发下来。其实铁柱都明白，就是岳林不明白这其中的门道。你瞅你俩那个表情，就好像明天要结婚似的。这话说的，不结婚你也得叫我小姨夫。咋样？这2天有没有来送粮的？咋没有呢？现在才送来5吨玉米，为了跟你存粮，我把金德祥的库房都给买了下来。你看看这个吧，这2天送来的粮食都在这上记着呢。老实说，这个速度有点慢，抢秋粮靠的就是赶时间。整个会市范围内的秋粮有接近20万吨，这才收上来50吨，还差得多呢。不急，现在才开始收，场面还没有打开，过2天就有速度了。对了，老关，还有别库房没有？给我介绍一个，我想用来装布料。铁柱就把退股服装厂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番。我手里还真有个闲着的库房，装布料足够用了。我叫伙计现在就开大卡过去，帮你把面料拿走。行，把你的车给我用用，我带岳林回趟村里看看。新买的拖拉机呀。孩子他娘，赶紧出来，儿子回来了。你们咋这会回来了呢？先坐下歇会，我去杀鸡，晚上好好补补身子。别忙活了，该买的我都买了，你就给我们做点面条就行。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还能开上拖拉机，别提村子里的人有多羡慕我了。闲着的时候我就带上你娘去镇里，去县里溜达买东西。林林啊，啥时候能让我再抱上孙子？我可是一直都盼着呢。等我跟铁柱正式结婚之后吧。就在这时，那些去收粮的同学也都陆续的回来了。大家都辛苦了呀，赶紧坐下歇会，今晚都留下来吃饭，我好好的慰劳大家。这回就跟我说说秋粮收的咋样吧。现在一切都非常顺利，外面的收购价3分，我们给到5分钱，那些农民都愿意卖给我们，再加上还预定了明年的粮食，也都跟我们签了合同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运输，有的村子都很穷，连拖拉机都没有，只能是我们自己去装。没错，近点的地方倒还可以，我们今天去新县那边，距离市里有50多公里，就算是有拖拉机也弄不出那么多的粮食。难怪收粮的速度慢，原来是运不出来啊。这样吧，明天我把老关的那2台大卡借来，你们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往出运，争取在10天之内把会市周边所有的秋粮都收上来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铁柱送岳林来到单位门口。你尽量跟王霞待在一起，如果那个廖长青再骚扰你，你见啥东西拿起来就给我砸他。现在先让他嚣张，很快我就让他跪在我的脚下。铁柱，你答应过我不打架的，也别打人，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，只要你别让我担心就行。我现在是个生意人，打打杀杀的已经不适合我了。你也别多想，记得有空去给我老丈人打个电话，问问许可证。我今天先去把开采设备买回来。岳林点了点头，便去上班了。结果才到办公室，宋丽跟着屁股后面也走进办公室。岳林同志，你的秋粮现在收的怎么样了？到现在了，我1斤粮食都没有看到。你知不知道秋粮的收购是农业公司1年当中最重要的工作？你这整天东一头西一脚的，到底在做些什么？今年的玉米价格比较低，农民都不愿意卖，我们给出的3分钱的价格，他们根本不接受，都想等行情好的时候才肯出手。现在我也没法子。你这话别跟我说，廖总正在办公室等你，去跟他解释吧。还未等他拒绝，宋丽便转身离开。还好王霞这回也来了。你陪我去见总经理吧，我是真的不想单独见他。小林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现在可以陪你，以后我怎么陪你？我已经跟老关商量好，打算辞职不干了，以后我就跟着老关做生意，也比在这里受气好。而且我也劝你跟我一起辞职吧，铁柱能养得起你，何必在这里整天担惊受怕的？你也去跟着铁柱干，那不是很好吗？那4年的大学不就白念了吗？
你辞职那是你的选择，但是我也有我的选择跟追求。总之我是一定会干下去的，除非是农业公司关门。岳林也不想再说啥了，便自己一个人来到了廖长青的办公室。岳林同志，快请坐，请坐。廖总，我是来跟你说下粮食收购的事。这个不急，坐下说。我站在这说就可以。岳林同志，你接着说，粮食收购有啥问题吗？是这样的，现在粮食收购价格比较低，农民都不愿意卖粮，所以收购起来就有阻力。岳林同志，收秋粮就是这样，只要你愿意，给我当私人秘书好了。只要你在我的身边，有什么不懂的话，我还可以教你，而且你的工资待遇跟福利都可给你调整，这可是一个好机会，你得珍惜啊。说话间，廖长青一把拽着岳林的手。岳林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你只要答应我的条件，你要啥我都给你。我是农业公司的经理，全都是我说的算。我让你当秘书，当副经理，让每个人都听你的话。岳林，我爱你，我要你。岳林挣脱不了，就开始大喊大叫，喊破喉咙也没有用，谁都不会来帮你。你那么喜欢喊，待会你舒服的时候再喊。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房门忽然被人一脚踹开，王霞跟着冲进办公室。你怎么随便乱闯？立刻给我出去！王霞本来就不想干了，此时在看到廖长青对自己的闺蜜以及未来的外甥媳妇耍流氓，气得她一把拿起桌上的煤瓶，直接砸在了廖长青的身上。你疯了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王霞才不管那些，她转身拽着岳林就走。宋丽赶到办公室一看这场面，心里高兴，脸上却着急。哎呦，廖总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来人呐，赶紧送廖总去医院。此时的岳林跟王霞已经打出租来到粮贸市场，这一哭把铁柱的心都哭得炸裂了。王霞就把办公室廖长青如何耍流氓，他又如何拿暖瓶砸廖长青细说了一番。宝贝不怕，没啥的，我肯定给你出气。什么东西？铁柱咱俩废了他去。你快安静点吧，咱现在是生意人，咋还打打杀杀的？你就帮我收好粮食就行，别的你不用管。好了，媳妇，别哭了，从现在开始单位不去了，不是不让你干，你就请个长假吧。等我收拾了那个廖长青还有宋丽，你再去上班。我不管你们，我是决定不干了，不想受那个气，特别是宋丽，想想她的脸我都觉得恶心。小莲，你先跟小姨在这里休息，我去买点东西，一会就回来。廖长青一边嘟囔着走了出来，躲在暗处的铁柱上去就是一顿暴揍。据接上级岳林以为铁柱真的是去买东西，也没有多想，然而铁柱却直接来到了农业公司去找廖长青。廖长青在医院，这也让他没挨到这顿暴击。于是铁柱又去找宋丽。铁柱，今天发生的事你肯定也知道了。老实说，这真的不怪岳林同志，都是我们的那个廖总，他怎么能对自己单位的女同志做出这种下流的举动呢？真的是太不像话了。你也别生气，还是好好安慰安慰岳林同志。我来给岳林请个长假，顺便问下廖长青家住在哪儿。这一问他就知道铁柱肯定要找廖长青给岳林出气，美好的打算在宋丽眼睛里凝聚出一片灿烂的色彩。我可以把廖长青家的地址给你，但你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。你特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宋丽赶紧把地址写好给了铁柱，真怕铁柱把气撒在他的身上。拿了地址，铁柱转身便离开办公室。1个小时后，从医院回来的廖长青刚到办公室，电话铃响了。在听到电话里的声音时，就好像听到他爹的声音一样。沈总你好。廖长青，你在搞什么？今年的秋粮你给我收到哪里去了？到现在为止，你们会是一粒玉米都没有收上来，全省的粮食收购计划全都让你给拖了后腿，你还想不想干了？沈总，我这边也在收呢。今年农业丰收，粮食的收购价也比较低，农民都等着看行情，谁也不愿意卖啊。这粮食收购还是有些难度的，我这边也在想法子收购。我不想听你说这些，也不是只有你会市的粮食收购价低，全省都是统一收购价，你别给自己的无能找原因。我再给你10天的时间，还是无法完成收购任务，你就回家把粮食给我种出来。廖长青是满脸愤怒，总公司给他施加压力，那他就得给下边的人施加压力。秋粮，你把我的秋粮收到哪儿去了？你还能不能干？不能干的话，就给我滚回家种地去，别占着茅坑不拉屎。廖总，我是管人事的，收秋粮你好像得跟业务部跟采购部说吧。我不管，我就跟你说，我就问你要秋粮，5天之内秋粮收不上来，你就别干了。此时的铁柱正在重工机械经销公司看挖掘机跟一些采矿设备，在听了售货员的讲解后，铁柱才发现一定得有行家才行，靠他自己根本做不到。感谢售货员之后，铁柱回到了粮贸市场。我给我爸打电话了，他说现在还办不了，因为有人不同意。铁柱微微地皱起眉头，能阻止以及反对岳启耀的人肯定不是简单的人物。没啥的，只要我老丈人给我办着就行，有空我再给他打个电话。对了，我也给你请了个长假，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息休息，农业公司那边你就别管了。行，总之我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廖长青。送岳林回家之后，铁柱便来到库房。你真的不想跟刘杰合伙做生意了？这还用说吗？
以后交朋友可以，做生意还是算了吧。刘杰这个人太认钱了。刘杰很后悔，让我劝劝你。你要是有这口才，我就继续跟刘杰合作。我都担心你劝我的时候会吐我一脸的唾沫星子。你说的很对，这我劝不了你。这就对了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那是勉强自己。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你说呀，有啥事？我看到廖总的那台奥拓被碰了，还是让廖总赶紧去看看吧。特么的，谁那么不长眼？廖长青一边嘟囔着走了出来，躲在暗处的铁柱上去就是一顿暴揍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铁柱就跑没影了。回到电影院小区，铁柱也带了些吃的。我晚饭都没吃呢，以为你来接我吃晚饭，就一直等啊等的。你晚上干嘛去了？这不是给你买吃的去了吗？你说去买挖掘机器，买的咋样了？光买挖掘机没用，开煤矿真的没那么简单。现在我缺少的是懂挖掘的人才，没有人才，设备再好也没有用。汇市就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吗？除了我之外，汇市压根就没发现过煤矿，这方面的人才几乎是没有。我倒是有个主意，我二叔就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我可以问问他。你二叔？是的，原来我爸跟我二叔都是煤炭公司的人，我二叔主管开采，我爸是做管理，后来我爸当了经理，我二叔还在矿上，直到去年才退休。那待会就去给你二叔打电话呗。不行的。为啥不行？你二叔没有电话？我二叔家的确没有电话，想找他只能是写信或者是亲自去。但是我二叔这些年始终跟我爸没有好心情。当年我爸做了煤炭公司的总经理，我二叔就想通过我爸的关系调去别的部门，不想整天的在矿上挖煤。可是我爸始终都没给我二叔办。我爷爷去世的时候，我二叔跟我爸都动手打起来了。从那以后，俩人就好像老死不相往来一样。要想请他，得我或者咱俩亲自去才行。如果二叔能够答应出山，那咱俩就亲自去请他。正好你现在放假，也顺便回家看看伯母。行，那说好了，你跟我一起回去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铁柱来到制衣厂看看服装做的咋样了。铁柱你可来了，服装现在无法生产，纺织厂不给我们提供面料了，问他们为啥也不说，就是不给面料。不要紧的，面料我有，你去这个地址找朱家生，然后就说是我让你们去拿面料的，那些面料足够你们用上几天的了。至于纺织厂那边你们不用管，很快我就让他们连面料都没得卖。周全很是惊讶地看着铁柱，忽然觉得他是个特别深奥的人，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铁柱安排好这些，就去一道相约黎国强去火车站接裘德才。裘老板，好久不见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一道香的老板黎国强。黎哥你好。你好，酒菜早已备好，就等你来开酒了。我听铁柱说你可是好酒量，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跟你一醉方休。裘哥，开夜总会的主意还是我出的，你也是我请来的，设备装修这方面你是行家，我们都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弄我们就怎么弄，也让我黎哥快赚点钱吧，这饭店把他赔的都快穿不上裤衩子了。铁柱说的一点错都没有，我现在是睡觉都琢磨这夜总会，不知道该咋弄，裘老弟一定得好好帮帮哥哥。说别的我可能不行，但是夜总会我闭着眼睛都知道咋弄，一会吃了饭我好好的参观参观这里，给你个设计思路。至于夜总会怎么开，你也知道，夜总会是开心的地方，也是龙蛇混杂之地，想开夜总会就得有镇得住场面的魄力，谁敢来找茬就干特么的。除此之外，夜总会还得有出色的地方，我说的这个色大家都懂，没有这个色就没人来玩啊。几句话就把夜总会给概括了一番，黎国强也是连连点头，虚心听教。下午参观了一道香的里里外外，裘德才立刻就给出设计思路，还有设备、灯光等等，这些他都能给解决。裘哥，你就来点实在的，给个实惠的价格。有铁柱你的面子，白给是不可能的，但是绝对是最低价，这还用说？看不起我是吧？那设备老子白给总行了吧？谁他妈让你白给？走吧，咱换地方继续，我请。几人喝的是昏天黑地。铁柱，今天喝的真高兴，明天咱继续。裘哥，我还想让你帮的忙。你有啥需要就跟我说，只要是我能帮的，二话没有。我还需要大批的面料，你表哥那边还能低价给我提供面料吗？这次我要的多。你要多少就有多少。我表弟的纺织厂是南方地区最大的纺织厂，每天都能生产上千匹的布料。我把他电话给你，到时你直接跟他说就好。有裘德才的支持，铁柱心里特别的满意，他的布局现在也成功1/3了。